历史上最像穿越的5个人，最后一个比王莽的嫌疑还要大。大家好，我是文中野混剪训练营的营长文中野，和我一起做视频、自媒体打造 IP 账号，需要加入学习营地。而今天我们要说的第5个鬼谷子，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期人物，兵家、道家纵横谋略无一不通的神秘人。他自己隐于深山不入世，但教出来的弟子个个都是左右历史走向的人物。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，从哪儿来，究竟活了多久，死后葬在什么地方。只是传说他有一本酷似数据终端的无字天书，以及留下了一本涵盖心理学、军事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医学、卜卦、道学、法学等等各种学说的鬼谷子。第4名呢是2个人，袁天罡和李淳风。这2位的关系有说是师徒，也有人说是挚友，但有一点是毫无争议的，这2位都是初唐知名的预言家，自从出道就义无反顾地站到了李唐阵营，就好像知道李家必胜一样。而且这2个人呢还创作出了一本千古预言奇书《推背图》，它除了第1项和最后1项没有什么具体的，中间这58项从唐朝开始直接预测到了现在，甚至还有以后，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正在其中。第3名呢，刘伯温。之所以刘伯温能排在袁天罡和李淳风的前面，主要他混得好。号称3分天下诸葛亮，一统江山刘伯温。如果没有电视剧加持和《三国演义》的加持，刘伯温的呼声要比诸葛丞相高出很多。而且刘伯温的特点是完美，天文地理、军事政治、文学艺术，他各个方面的造诣都很深。他又懂军事也懂政治，既是开国元勋，又是治世良臣。而我们要说起他的封神之作，并不是帮朱元璋打到了天下，而是他写的《金陵塔碑文》和《烧饼歌》，这里面的预测就更加的准确了。甚至连小日子侵略和国共内战这种20世纪发生的事儿里面都有。第2名呢，王莽。这位就不用说了，他疑似穿越的证据可非常的多。他给自己的老婆设计超短裙不说，还发明了和现代几乎一样的游标卡尺，然后又推行土地国有化，废除奴隶制，推崇计划经济，宏观调控物价，消除贫富差距等等现代社会才有的东西。就连胡适都说他是中国第1位社会主义者。那我们可以猜测了，历史上还有谁能排在王莽的前面呢？正是王莽的一生之敌，第1名光武大帝刘秀。首先当时王莽在位的时候，民间就有谶言说，有一个叫做刘秀的人会取代他成为天子。于是王莽为了保住江山就前后杀了几十个叫刘秀的人。但是没有想到，这个刘秀在10几年后才腾空出世。王莽最后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。2人最终的决战是昆阳之战，刘秀带着2万的杂牌军对战王莽的42万正规部队，这个悬殊比例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刘秀放了好几个大招，先是召唤陨石，奔着王莽大军就砸了过去，然后不等王莽反过来紧接着就放了一招乌云密布，直接蒙住了王莽大军的视线。然后还有什么9天雷劫、大洪水轮番上阵，一时间可以说是黑风四起，屋瓦皆飞。最终刘秀这2万人打得王莽42大军支离破碎。没过3个月，秦朝就灭了。所以就有人说如果王莽是穿越过来的时空 bug， 那刘秀就是派来修正历史错乱的系统补丁。还有人说，如果王莽是现代穿越回去的，那么刘秀可能就是未来穿越回去的。发现彭加木要回去弘扬社会主义，削弱贫富差距，这怎么能行？所以才派刘秀回去，把历史重新整顿，正常的节奏上演。